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这本书真是我的救星，我一直在苦苦寻找一种方法来应对16小时进食的缺点，现在终于找到了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青木厚和小枯智为合著的《我在1年内成功从98公斤减到40公斤16小时进食法》。在之前的被认为年轻的人常常做的16种保持年轻的习惯系列中，我向大家介绍了16小时进食法。虽然很多人尝试过介绍的16小时进食，但是大家真的理解如何正确的实践这种方法吗？你是不是只是凭着一知半解的知识随便尝试，却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呢？这本书详细的解释了16小时进食的正确方法，同时结合了小枯智卫的成功减肥经验。他在1年内通过16小时进食减去了40公斤，这简直令人瞠目结舌。我相信，通过这本书，我们不仅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健康饮食的知识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减肥方法，摆脱肥胖的困扰，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生活。我知道有些人曾经尝试过16小时进食，但结果并不理想，或者有些人正在坚持着16小时进食，却感觉不到年轻化的效果，甚至可能感到愤怒。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员，请务必看完今天的视频，你一定会找到真正正确的16小时进食方法。本书是一本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你饮食的书籍，内容分为2部分：一、关于16小时进食的缺点以及应对策略；二、关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16小时进食的效果。这些内容非常重要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谈谈16小时进食的缺点。也许你已经听说过，进食会导致肌肉减少，或者在进食后突然吃饭会导致血糖波动。这些说法你或许都不陌生，但是，请相信我，在这本书中，我们将解释如何克服这些所谓的缺点。这些所谓的缺点其实都可以被克服的。16小时进食是一种每天只允许在8小时内进食的饮食方法，其简单易行，因此在近几年间迅速流行起来。这一潮流的兴起要追溯到2016年，当时大于2点教授凭借其关于自噬研究的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。青木先生基于这一研究结果出版了《空腹才是最好的良药》这本书，从此16小时进食便风靡一时。这种饮食方法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减肥方法，因为它不仅能让你瘦下来，还能让你变得更健康，而且轻松实践。这是因为它基于最新的医学证据，所以被称为最强大的饮食法。这个主要规则非常简单，连续16小时不进食，只要实践这个简单的饮食法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分解脂肪，改善肥胖带来的各种问题，内脏的疲劳得以缓解，功能得以提升，免疫力也会提高，你的身体会焕然一新，皮肤和身体的不适和老化现象都会改善，血糖水平会下降，血管问题也会得到改善，可以期待各种健康效果，从美容到健康再到年轻都能得到轻松维持。这样的效果，难怪会引起如此之多人都在实践的一种饮食方法。也许是因为这一流行，除了青木先生的方法以外，还有许多其他进食法和理论在流传。面对如此众多的观点，你可能会感到迷惑，不知道该相信哪个才是正确的信息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回答一些关于16小时进食的疑问吧。第一个问题，只进行16小时进食真的有效吗？确实，世界上流行的一些进食方法，比如24小时进食或者整日进食的周末进食，甚至是整周的进食，时间都相对较长。对于那些尝试过这些较长时间进食的人来说，可能觉得仅仅16小时太短了。但请放心，青木先生通过调查了大量的医学论文，得出结论：16小时进食就能够获得进食的效果。而且，青木医生每天都在诊断患者，并且听到了许多患者的临床结果，以及那些选择空腹作为最强良药的人们的反响。这使得他越来越坚信16小时的空腹是非常有效的。确实，长时间的进食是如此强烈的体验，以至于人们可能会觉得非常困难。但这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体验，让人们更容易感受到其带来的健康效果。
当然，对于那些能够轻松进行长时间进食并保持良好健康状态的人来说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然而，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人在尝试长时间进食后感到困难，甚至放弃了，声称回到原本的一日三餐生活中。这种情况显然是本末倒置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觉得长时间进食太过困难，那么我建议你试试这种16小时进食。另外，你也许已经知道，这种16小时进食可以包括睡眠时间在内。对于那些觉得16小时太长而无法实现的人来说，我问一句，你一天中有多少个小时是在睡觉呢？如果你把16小时进食的8小时用于睡眠，那么即使你清醒时不进食，也只需保持8小时左右。睡前4小时和醒来后4小时不进食就可以达到目标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除了空腹时间以外，你可以随意吃你喜欢的食物，这也是这种方法的魅力所在。总之，要做到的就是确保连续16小时不进食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限制或规则。第二个问题，在空腹时间以外，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东西？16小时进食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太容易了，反而可能会让人感到焦虑。但请放心，你的基础是安全的。例如，假设一个人不进行16小时进食，而是一天吃3餐，另一个人则进行16小时进食，并在剩下的8小时内吃2顿饭。尽管两种情况下的食物的总热量是完全相同的，但在中断饮食时间与否的情况下，体内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。换句话说，即使是那些每天吃10个汉堡的人，只要把那么多汉堡压缩到8小时内吃掉，也可以获得健康效果。在连续10小时不进食后，身体会开始分解脂肪以转化为能量，而当达到16小时时，细胞会通过一种叫做自噬的机制进行更新，这有助于改善疾病和皮肤等状况。换句话说，与其关注一天吃了什么，关键是空腹的时间有多长，因为这决定了脂肪是否被分解，从而使身体更健康、更美丽。这实在是太棒了。当然，在这8小时内，有一些理想的食材可以供你选择，但首先，让我们的目标是持续16小时的进食，等到你有余裕时再去关注食材就好了。至于这些理想的食材，我会在后面进行解释。第三个问题，在进食的16小时里，是不是不能吃任何东西，而在8小时里可以随心所欲的吃？对于这个问题，答案是在16小时的进食期间，除了0卡路里的水之外，不要进食任何东西，这是最理想的做法。最终，你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努力，但请注意，一开始就设定太高的门槛可能会导致失败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在一开始，依赖一些辅助食品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在这些辅助食品中，坚果是最常见的选择，最好选择无添加调味的干烤坚果。为什么选择坚果呢？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 Omega-3脂肪酸，这可以激活自噬作用。此外，坚果还含有许多其他优质营养素，已经被多项研究证实具有高效的健康效果。因此，如果你要吃东西，那坚果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当然，这些只是辅助食品。如果你对坚果过敏，也可以用酸奶、奶酪或蔬菜来替代。不过，尽管是最初阶段，也不要过多的依赖辅助食品。要记住，如果太过依赖，那就不能称之为16小时的进食了。在16小时的时间里，总共摄入不超过200卡路里的食品。辅助食品可以帮助你养成习惯。关于饮料，只要是0卡路里的，除了水之外的其他饮料都可以喝。但是，含有沉淀性甜味剂的饮料可能会恶化肠道环境，甚至引发慢性疾病，所以最好避免。可以选择绿茶、红茶、咖啡、碳酸水等自己喜欢的饮料。第四个问题，16小时进食是不是每天都要做才有效果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理想情况下是每天都做，但当然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每天都做到的。毕竟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处理，比如今晚得去和那个人吃晚饭，明天又要从事体力活，所以早餐还得吃饱。简单来说，
对于那些16小时感觉太长而难以忍受的情况，可以尝试只在周末实践16小时禁食，偶尔也可以放过一天不执行，或者将禁食时间缩短到12小时，灵活应对是可行的。当然，理想情况下是每天坚持16小时的禁食，但如果被束缚得太紧，最终还是回到了过去的饮食习惯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首先，至少要努力尝试一点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第5个问题，儿童、35岁以下的哺乳期女性、怀孕中的女性、兽人可以进行16小时禁食吗？首先是关于孩子们，虽然有关16小时禁食的证据主要针对成人，对于儿童尚未得出明确的结论，因此请18岁以下的孩子不要进行。其次是对于35岁以下的哺乳期女性和怀孕中的女性，由于16小时禁食会导致摄入的卡路里减少，所以最好不要进行。不过对于兽人来说，进行16小时禁食是没有问题的。兽人的情况下，请在空腹时间之外的8小时内注重摄入均衡营养的饮食。第6个问题，16小时禁食有什么缺点吗？是的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，16小时禁食的效果非常明显，但当然也存在着缺点。比如，我们经常听到来自肌肉健硕的大哥们说，如果坚持16小时禁食的话，肌肉会减少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确实，这是一个显著的缺点之一。进行16小时禁食会导致脂肪和肌肉一同减少。我建议在合理范围内进行肌肉训练，并在禁食时间摄入足够的蛋白质。通过这样做，可以大大减轻目前的缺点。接下来的一个缺点是，如果在16小时禁食后突然进食，血糖会急剧上升，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。进行16小时的禁食后不吃早餐，午餐后血糖容易上升，这是事实。这个问题导致了关于是否应该吃早餐的争论。还有研究表明，不吃早餐会增加胆结石的风险。显然，不吃早餐会带来许多缺点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消除这些缺点呢？在本书中，对比了这些缺点和16小时禁食的好处，认为好处更多，建议尝试16小时禁食。作为16小时禁食的信徒，我希望大家都尝试16小时禁食。所以，我想一举解决这些不吃早餐的缺点。很简单，因为不吃早餐会带来缺点，所以只需吃早餐就行了。换句话说，作为对待这些缺点的应对措施，就是以吃早餐的方式进行16小时的禁食。我们的身体具有一种叫做生物钟的机制，体内时钟，即所谓的生物钟，是人体的节奏。这个节奏基本上是在白天活动，在夜晚休息。在白天，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，体温升高，身体充满活力，激活激素分泌，进入活动模式。而到了晚上，副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，体温下降，睡眠激素等开始分泌，身体进入休息模式。考虑到这一点，进行16小时的禁食最好在夜间进行，因为身体在白天是活跃模式，消耗能量较多，这时摄入食物使身体充实，而在夜间则控制摄入，让身体进入休息模式。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晚上不吃东西就会瘦，但准确来说，晚上进行16小时的禁食是最有效的。作为一种模式，早上起床后吃早餐，然后8小时内可以进食，剩余时间则留作空腹时间。这种模式中，如果早上8点吃早餐，那么直到下午4点都是可以进食的时间，相对比较容易实践。如果进食后一顿大吃特吃碳水化合物，血糖会急剧上升。记住以蛋白质为先，摄入一些燕麦片之类的碳水化合物来增加纤维摄入，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在本书中，也介绍了一个很容易采用的模式，即在晚上6点之前吃晚饭，提前吃晚饭，晚上不吃也是可以的。让我们结合人体内时钟和自适作用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吧。总之，以上就是各种问题的回答。如果你们所面对的一些困扰被解决，我在这会感到非常开心。接下来就是行动的时候。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，可以从12小时开始，甚至只有1周1天也没有关系。当你开始感受到身体的良好变化时，
不要勉强自己，可以适当延长时间或增加次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身体会逐渐习惯空腹状态。你会发现，即使不费力气，也能够延长空腹时间，甚至可以每天都实践。禁食这个词可能有点夸张，只是少吃一顿饭而已。只要注意，16小时什么都不吃的感觉其实并不难。一旦你有了这样的感觉，一切就会变得轻松自在。而且，几个小时不吃东西后，胃就会感觉轻松，你的意识会变得清晰，感觉到一种愉悦。空腹不再是难以忍受的痛苦，反而变得舒心愉悦。这就是16小时禁食带来的奇妙变化。在日本，一日三餐的习惯据说始于江户时代或明治维新之后，直到现代，一天三餐还是很普遍的。16小时禁食实际上是将人类长期习惯的生活节奏恢复到原本的状态。接下来的第2章将介绍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16小时禁食的效果。听到这里的内容，你们或许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尝试16小时禁食了吧？如果你是一个渴望了解更多的观众，你可能会着急地寻找能够更有效地实践16小时禁食的方法。因此，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16小时禁食的效果，也可以称之为16小时禁食的应用篇。首先，我想让大家牢记的关键点有3个。第一个是摄取足够的 Omega-3， 第2个是选择高品质的食品，第3个是摄取优质蛋白质。如果你想要充分发挥16小时禁食的效果，就请意识到这3个关键点。现在让我们具体解释一下每个关键点。首先是 Omega-3， 富含 Omega-3 脂肪酸的食物代表有坚果，比如杏仁、核桃、腰果、澳洲坚果等，还有亚麻籽油、香油、鱼类等。这些富含 Omega-3 的食物可以说是16小时禁食的好伙伴，因为它们可以提升16小时禁食时的自噬效果。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 Omega-3 脂肪酸是否能够激活自噬作用，但这对于那些为了美容和延缓衰老而实践16小时禁食的人来说，无疑是个好消息。此外，这些富含 Omega-3 的食材都很美味，易于食用，这也是它们的一个优点。坚果直接食用就很美味，烹饪时加入菜肴也能改变口感，让身体更加享受。我个人不太喜欢用坚果类食材烹饪，所以通常都是直接食用。另外，亚麻籽油和鱼类调味料也很美味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亚麻籽和亚麻籽酱在长时间加热后会丢失营养素，所以最好不要用来烹饪。至于鱼类，最方便的就是使用罐头。当然，每周多吃几次鱼也很重要。这么美味的食物，只要多吃一些，就能发挥自噬的功效，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。接下来，我们继续介绍早餐食品的相关内容。首先，早餐的基本就是发酵食品和水溶性纤维，这2种食物在进行早晨活动时是必不可少的食材。另外，之前介绍过的还有 Omega-3 脂肪酸的食材，也是早晨活动的有效食材，所以一定要记得搭配这些食材。现在在这些基本的基础上进行16小时禁食，我们能够得到怎样美妙的好处呢？其实，许多开始进行16小时禁食的人，大多会感受到便秘或者腹泻得到改善，肚子变得清爽，这都与自噬有关。自噬对于肠道细胞的再生也是至关重要的。自噬对肠道健康有着重要作用，它能够修复肠上皮细胞。此外，延长空腹时间也可以让胃肠得到休息，提高胃肠道的屏障功能，改善肠内环境。早晨活动和16小时禁食是密不可分的，所以请务必都尝试一下，而不是只选择其中一种。这样，你将会感受到身体的愉悦和清爽，因为你为身体提供了最好的关爱和呵护。最后，让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高品质的蛋白质。在进行16小时禁食时，高品质的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。这是因为进行16小时禁食会导致肌肉量减少。16小时禁食确实有助于减重，会分解脂肪，但同时也会导致必要的肌肉流失。当我们进行16小时禁食时，身体不再从外部摄取食物的能量，这时身体会将脂肪和肌肉转化为能量。在进行16小时禁食时，
自然而然地减少了糖的摄入量，这也导致了肌肉量的减少。这是因为身体试图将构成脂肪和蛋白质的氨基酸转化为能量。无论如何，16小时进食会导致肌肉分解，所以请牢记这一点。也许有些人只是想减肥，不在乎肌肉减少，但是要知道，如果肌肉量减少，基础代谢量也会降低，反而更容易发胖。此外，肌肉中存储的糖和脂肪的量也会减少，导致中性脂肪增加，这也是不利的影响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让我们通过饮食和运动的双重作用来维持肌肉。即使在进行16小时进食的同时，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做到，肌力是可以得以保持的。在选择蛋白质来源时，一定要选用高品质的蛋白质食物，比如鸡肉、鱼类、豆类等，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身体得到充分的营养支持，保持健康的肌肉量。首先，饮食的关键是摄取优质的蛋白质。现在所介绍的优质蛋白质包括鸡胸肉、鸡腿肉、金枪鱼、豆腐、牛奶等，这些食物都是我们健康饮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另外，补充维生素 B 会提高蛋白质的吸收率，所以记得要搭配蔬菜一起食用，让营养更加全面。关于蛋白质的话题，我们的频道涉及了关于蛋白质的书籍，希望在观看视频的同时，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蛋白质摄入方法，让健康饮食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在16小时进食期间可以食用的正确辅助食品。当然，如果我们想充分发挥16小时进食的效果，那么在进食期间可以食用的食物应该是0卡路里的，并且不需要消化的，比如水和碳酸水。虽然在这段时间内最好不要吃任何东西，但是如果无法忍受饥饿，可以稍微浏览一下下面的建议。那么，作为16小时进食的辅助食品，我们可以在空腹状态下使用以下食品：坚果、奶酪、蔬菜、酸奶和高可可巧克力。这些项目的顺序不是随意排列的，越往前的食材越推荐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首选坚果；如果不行，就选择奶酪，然后是蔬菜，然后是酸奶。当你选择这些食物时，请注意以下几点，尽量减少卡路里摄入量，并使食物易于消化。例如汤或果汁，对于卡路里摄入量，建议在16小时内摄入不超过200千卡。如果选择高可可巧克力，每日摄入量应控制在21至25克以下。另外，请确保食用汤或果汁等易于消化的食物，以减轻胃肠负担。在遵循这些指导的同时，让我们正确的利用辅助食品，成功进行16小时进食。看起来不错吧？有了这些辅助食品，16小时进食就变得容易实践起来了。如果你有余，就尽量有意识地选择食材，最大限地激发自食效应。如果你没有这种余，那就巧妙地利用辅助食品，先试试16小时进食吧。我希望你们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实践，并体验其中的乐趣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